说一个惊人的事实，练度相同的情况下，开服角色香菱满命的裸伤和三体人后台艾梅莉埃零命的裸伤差不多。在这个没什么逻辑的对比背后表现出的是原神需求膨胀，但是他又不完全想膨胀，在平衡了商业和玩法之后，选择了锁格子膨胀法。那关于原神的这一轮数值膨胀呢，我觉得一切要从原神的转折点须弥开始。在那个版本，原神的战斗风格和角色设计其实是发生了转向的，同时也深刻地阐明了玩家渴望膨胀的这个普遍事实。那经历过须弥的玩家应该都有印象，由于须弥主要提高的是队伍的伤害下限，上限并没有明显的提升，因此在须弥流水表现更好的是老角色。须弥角色的强度口碑一直就处在某某角色强度不如灵华，队伍 DPS 打不过雷九，所以不用抽，囤原石给下一个大 C， 或者说囤原石给老角色补命做。所以当这种说法大行其道的时候，它反映的就是多数玩家是渴望膨胀的，只不过玩家渴望的是自己手里的角色和自己打算抽的角色去膨胀，那些自己没有的、不喜欢的、不打算抽的角色就负责控制就好了。当然了，玩家可以说膨胀就是为了割韭菜，但是这个表达的另一面其实也恰恰说明了市场普遍的游戏偏好。从市场决定论的角度出发，长线运营的游戏它必然会反映大多数玩家的游戏偏好。比如说喜欢解密的玩家是小众的，所以原神的解密一直在弱化。比如说玩家是反感超长线任务的，因此须弥之后再无森林书。那么如果玩家追求的是爽和刺激，角色的设计又该如何表现呢？数值膨胀究竟是玩家本就愿意为刺激付费，导致厂商迎合自己的喜好做出的改变，还是厂商利欲熏心，利用人性割韭菜？我觉得这就是手心和手背一体两面。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，数值膨胀表达的是发展。我在24年用3000元买的手机，自然就应该比22年同价格的手机更好，这是消费者最合理的诉求。所以数值膨胀或者说强度膨胀本身就是玩家的合理诉求。那听人劝吃饱饭，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这就是玩家用脚投票得到的结果。那么厂商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平衡这种膨胀，以及膨胀的方式，是头也不回的直接淘汰老角色，还是大水漫灌实现共同富裕？原神的选择是我都要。一方面，版本的明星产品本身就有高于其他角色一档的强度，比如说神，比如说各种版本答案、龙王啊、仆人之类的。另一方面，推出一些特定的辅助，带上老角色喝汤，比如说闲云之于枭嘛，以及当下最普遍的，给你想要的数值，但是在其他地方做出限制。就拿开头的香菱和艾梅莉埃来说，香菱这个角色的天赋，在单人入队的情况下都能生效，她欠缺的其实只有数值。不管是打蒸发还是配合班尼特，其实绝大多数老角色都是这种强机制弱数值的设计思路。组队的目的就是通过数值叠加去实现更高额的伤害表现。那这种设计在开服角色较少的阶段，能够保证玩家的游戏体验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万叶和班尼特这两位数值辅助，在须弥之前是绝对的核心，有着非常强势的表现。而面对玩家对于膨胀的需求，接下去的主 C 应该如何设计呢？如果和老角色持平，那么投资老角色的命座显然是收益更大的，而设计更高数值的辅助，则意味着老辅助被判死刑。这对于一个以卖角色为盈利模式的游戏来说，并不是好事。所以我在 2.0 的时候就说过，原神的角色就是它的资产，如果新角色一个比一个强，那么原神实际上是在贬值。要让这么多角色不贬值，新旧角色的强度就要差不多，那就只能做成一个组合策略型的游戏，也就是通过不同的配对去解决不同的问题。原神要学习的应该是宝可梦对战的联防思路，天气、接力、空间、速度，在不停的针对和 counter 中提高角色的抽取和培养价值，增加战斗的乐趣。所以你会看到艾米莉埃也好，千之、弗妮娜、基尼奇等等一系列角色，他们的天赋单人并不能全部触发，而是锁定一个队友才能完整，这就确定了一个角色适用的赛道。这也是须弥以后原神设计角色的一种思路。所以从市场的逻辑来说，市场有膨胀的需求，它决定了原神需要膨胀。而从厂商的角度来看，膨胀的方式是和市场或者说是和玩家之间的博弈，这是原神数值膨胀的第一层视角。而放弃商业视角，从游戏的游戏性出发，
原神的战斗也有数值膨胀的需求，因为数值玩法的乐趣太浅表。再次回到 2.0， 我做过一期原模设计的视频，所以如果让我来设计原模，肯定会增加更多需要互动的要素，解决旅行者不躲技能的问题。因此我觉得原模会以高伤害和大硬直为原则，设计出一系列攻击前后摇都比较大，或者是有弱点，可以造成长时间硬直的原模，这样就能增加玩家和原模之间的交互。没错，我从 2.0 开始就孜孜不倦地给官方提意见了。在当时呢，我还是一个会偶尔看一下深渊代打的玩家，然后在观察了很长时间后，我发现满星深渊其实主要靠练度和刻度，当数值足够高，玩家就不需要和原模去交互，自己试完拐打一套就行了，实在不行打第二套，就是所谓的力打专飞嘛。诚然，割草的快乐是简单而直接的，但是乏味感来得也很快，这种不停的重复其实是很机械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刷圣遗物，也不喜欢固定格式的组队。我觉得战斗的过程应该像一个故事，充满了起承转，不停地抛出问题，解决问题，然后胜利，这是有趣的战斗设计。重复的刷只会让人觉得自己好像在上班。现在觉得原神无聊的玩家应该可以理解我的这个说法。所以增加玩家和原模之间的交互是我一直推崇的方向，哪怕在须弥出现了像圣骸兽这样的粪怪，但是我依然是支持的。在那个最难的 3.7 深渊，你其实可以看到有一小部分玩家反而觉得这是有趣的，有挑战的。因为那部分数值已经够了的玩家来说，现在这个游戏的难点回到了自己的操作上，我觉得这才是一款动作游戏的乐趣根本。而从须弥之后的几个大版本，原神对于原模和角色玩法的设计来看，制作组应该说也不满意纯粹通过数值碾压的玩法，所以才有了须弥版本后的转向，主推长轴持续输出的体系，增加原模的护盾抗性，延长玩家的攻略时间。但是呢，原神的玩家数量毕竟是庞大的，所以需要去平衡数值爽和机制战斗的乐趣。那么数值膨胀就是制作组给出的答案，让喜欢数值的人继续享受数值，让喜欢机制的玩家不在意数值，让不同的玩家可以自由的去选择。在这个数值管够的年代里，玩家在攻略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去关注到原模的机制，而通过原模机制逃课的乐趣，它也许会推动战斗风格的变化。那么数值膨胀给了玩家攻略原模的从容，也给了原模设计更多的空间。当然，仅从原模的设计上来说，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初级的阶段。大量通过护盾抗性作为机制的交互原模，它并不会让玩家觉得乐趣非常强，反倒可能会让玩家觉得其实我打得过，但他就是在恶心我。所以我的建议是在原模的设计上，机制应该当成一种小游戏去设计，破机制本身不是重复的去打出元素伤害，而是带有挑战的过程。就像蜜源机兵的爬柱子，大世界的异色3连星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嘛。另外像流血狗这种受到特定元素攻击会进入狂暴状态的设计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这就好像玩家在战斗过程中会有一个情绪变化的过程一样。那么增加原模的状态，其实对垒的感受会更明显，不管是硬刚或是逃跑，进攻或是防守，都可以丰富玩家的战斗体验。当然这部分就属于原模设计的内容。我们回到数值膨胀，我觉得原神的数值膨胀其实是缓慢并且有节制的。当然我说这些仅限在零命的时候。对于命座的膨胀，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看法是，作为游戏的付费点，需要花更多的原石去获得，以等价交换的原则，那就活该我爽。不管我是屯鼠憋了半年，还是我花钱充了原石，这种超模和膨胀，它就是我应该获得的。没听说过花了钱还要考虑平衡的。网游、手游、VIP 会员的付费逻辑，它其实就是花钱破坏现有的规则和平衡。不管是花钱买数值，还是花钱买机制，又或者花钱买皮肤、买配件、买资格，为的就是当下这一刻超脱于规则，获得不平凡的体验嘛。所以我一直觉得原神的命座就相当于是这个游戏的内挂，你额外付费去获得，当然可以让你的游戏变得更爽，但同时它也会更快的去透支游戏的体验。好的，那么这期关于数值膨胀的观点呢，就分享到这里。我是提马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